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6章。星期一的早上，汤姆·索亚觉得很难受。每个星期一的早上，他都觉得这样，因为这意味着又要开始在学校里难受的一个星期。他每天早上想的第一件事就是，真希望没有放假，因为这样上学就更让人讨厌了。汤姆一直在想，他想，如果自己生病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不去学校，在家里休息。他觉得有可能。他检查了自己的身体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病的迹象。他又检查了一遍，这次他觉得好像有点肚子疼。他希望自己真的肚子疼，但是这种感觉越来越弱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他又开始想，突然他发现自己有一颗牙齿松动了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他想叫疼，让大家知道，但是他觉得，如果他告诉他的阿姨，阿姨会把他的牙齿拔掉，那样会很疼。所以他决定先不说这件事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一时之间，他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后来他想起来，他听医生说过，有一个病人因为一个病，在床上躺了2-3个星期，差点失去一个手指。他把脚从被子里拿出来，他的脚上有一个不好的脚趾。他开始检查那个脚趾，但是他不知道那种病的症状。不过他觉得可以试一试，就开始大声哭起来。但是西德还在睡觉，没有听到。汤姆哭得更厉害了，他觉得他的脚趾开始疼了。西德还是没有反应。汤姆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他休息了一下，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始发出一些让人觉得很厉害的叫声。西德还在打呼噜。汤姆很生气，他叫醒了西德，大声喊：西德，西德！这个办法有用。汤姆又开始哭起来。西德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用胳膊撑着身体坐了起来，看着汤姆。汤姆还在哭。汤姆，汤姆！西德大声喊。汤姆没有回答。汤姆，你怎么了？西德走过去，摇了摇汤姆，看着他的脸，很着急。不要，西德，不要！汤姆小声说，别碰我。你怎么了？我要叫阿姨来。不要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别叫人来。不行，我得叫他来。你别这样哭，我害怕。你这样多久了？好几个小时了。哎呦，别动我，西德，你会让我死的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叫我？不要，汤姆，不要这样叫，我害怕。你怎么了？我原谅你。西德，哭。我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。等我死了，汤姆，你不会死的。是吗？不会的，我原谅所有人。西德，告诉他们。哭。还有，西德，把我最喜欢的玩具给那个新来的女孩，告诉她。但是西德已经抓住他的衣服跑了出去。汤姆现在真的很难受，因为他一直在想，所以他的哭声听起来很真实。西德跑下楼，大声喊：波莉阿姨，快来！汤姆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是的，阿姨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胡说，我不相信。但是他还是跑上楼。西德和玛丽跟在后面，他的脸都变白了，嘴唇也在发抖。他走到床边，气喘吁吁地说：汤姆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哎呦，阿姨，我的脚趾头疼。老妇人一下子坐在椅子上，先是笑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哭了一会儿，最后又哭又笑，这样她觉得好多了。她说：汤姆，你吓死我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快起来。汤姆不哭了，脚趾也不疼了。他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他说：波莉阿姨，我感觉我的脚趾头很疼，疼得我什么都不管了。牙齿，你的牙齿怎么了？
我有一颗牙齿松了，很疼。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张开嘴。是松了，但是不会让你死的。玛丽，拿一根线和一根烧红的木棍来。天哪，阿姨，别拔我的牙，不疼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别拔我的牙。阿姨，我不是想在家里不去学校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你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去学校，去玩，是吗？汤姆，汤姆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却想让我难受。这时，拔牙的工具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妇人把线套在汤姆的牙齿上，把线的另一端绑在床柱上。然后，她拿起烧红的木棍，突然把它放在汤姆的脸旁边，差点碰到他的脸。牙齿被线拉着，挂在床柱上。但是，所有的痛苦都有补偿。吃完早饭后，汤姆去学校的路上，让所有看到他的孩子们都很羡慕，因为他的牙齿掉了，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吐口水。很多孩子都对他的这个能力很感兴趣。有一个孩子的手指受伤了，本来大家都很注意他，但是现在没有人理他了。他觉得很伤心，假装不在乎地说，像汤姆那样吐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另一个孩子说，你就是嫉妒。他只好一个人走了。不久，汤姆遇到了哈克贝利费恩，他是镇上酒鬼的儿子，大家都讨厌他，也害怕他，因为他很懒，不听话，很坏，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很羡慕他，喜欢和他一起玩，也想和他一样。汤姆和其他好孩子一样，羡慕哈克贝利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而且他的父母也告诉他不要和哈克贝利一起玩，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和哈克贝利一起玩。哈克贝利总是穿着大人不要的衣服，他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，他的帽子少了一半的帽檐，他的衣服很长，都快到脚后跟了，他的裤子只有一根背带，裤子很长，都拖到地上了。哈克贝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睡在门口，下雨的时候，他睡在空的木桶里。他不用去学校，也不用去教堂，他没有主人，不用听任何人的话。他想游泳就游泳，想钓鱼就钓鱼，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没有人阻止他打架，他可以很晚睡觉。他是春天第一个光着脚走路的人，也是秋天最后一个穿鞋的人。他不用洗澡，也不用穿干净的衣服，他很会说脏话。总之，所有让生活变得有趣的事情，他都有。圣彼得堡所有的孩子都这么认为。汤姆和哈克贝利打招呼：“你好，哈克贝利。”“你好，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？这是什么？”“一只死猫。”“让我看看。”“哈克，它真硬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”“我和一个孩子换的。”“你用什么换的？”“一张蓝色的票和在屠宰场得到的猪的膀胱。”“你从哪里得到的蓝色票？” 2个星期前，我和本罗杰斯用一根棍子换的。告诉我，死猫有什么用？哈克。有用，可以自由。真的吗？我知道一个更好的办法。我不信，你说说看。用雨水。雨水？我才不用雨水呢。你试过吗？我没有，但是鲍勃坦纳试过。谁告诉你的？他告诉了杰夫撒切尔，杰夫告诉了约翰尼贝克，约翰尼告诉了吉姆霍利斯，吉姆告诉了本罗杰斯，本告诉了一个黑人，黑人告诉我的。就是这样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们都在说谎。至少，除了那个黑人，我不认识他。但是，我不认识哪个黑人不说谎。告诉我，鲍勃坦纳是怎么做的？他把手放在一个烂木头里，里面有雨水。白天吗？白天。脸对着木头吗？可能吧。他说什么了吗？好像没有。我不知道。啊，这就是用雨水制油的办法。
没用，你得一个人去森林里找到一个有水的木头，在半夜的时候躺在木头上，把手放在水里，说西红柿，西红柿，西红柿和生菜，雨水，把我的油去掉，然后快走11步，转3圈，回家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，如果你说话了，就没用了。好吧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是鲍勃坦纳不是这样做的。当然不是，他现在是镇上油最多的人，如果他知道怎么用雨水，他就不会有油了。我用这种方法去掉了手上的1000多个油，因为我经常和青蛙玩，所以总是长很多油。有时候我用豆子去掉油。是的，豆子也很好，我也用过。是吗？你怎么做的？你把豆子切成2半，从油上弄一点血，用血弄湿一块豆子，在半夜的时候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十字路口挖一个洞，然后把另一块豆子烧掉，然后把有血的豆子扔到洞里，让它和另一块豆子在一起，这样血就可以把油拉出来，然后油就掉了。没错，哈克，是真的。但是如果你在埋豆子的时候说豆子下去，油离开，就更好了。乔哈珀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去过库恩维尔附近，几乎去过所有的地方。告诉我，你怎么用死猫制油？你拿着猫，在半夜的时候去墓地，那里埋着一个很坏的人，到了半夜，会有一个魔鬼来带走他，或者会有2、3个魔鬼来带走他。但是你看不到他们，你只能听到一些声音，就像风一样，或者你可以听到他们说话。当他们要带走那个人的时候，你把猫扔向他们，说：魔鬼跟着死人走，猫跟着魔鬼走，油跟着猫走，我不要你了。这样一个油都没有了，听起来不错。你试过吗，哈克？没有，但是霍普金斯阿姨告诉我的，那肯定是真的，因为大家都说她是女巫，大家都说，我知道她是，她对我爸爸施了魔法，她自己说的。有一天，她在走路，看到他对她施魔法，所以她拿起一块石头，如果他不躲开，他就把他砸死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滚到了一个棚子里，他在那里睡觉，喝醉了，摔断了胳膊，太可怕了。他怎么知道他在对他施魔法？我爸爸知道。他说，如果有人一直盯着你看，就是在对你施魔法，如果他们还小声说话，那就是在倒着说我们的父亲。哈克，你什么时候试试用猫制油？今晚，我猜他们今晚会来带走霍斯威廉姆斯，他星期6被埋葬了。你不觉得他们星期6晚上就会来带走他吗？别傻了，你得等到半夜才有力量，那时候已经是星期天了。我猜魔鬼星期天不会经常出来。我没有想到，应该是这样。我能和你一起去吗？当然可以，如果你不害怕。害怕？我会害怕。你会喵喵叫吗？我会的，你也要喵喵叫。上次你让我一直喵喵叫，海斯叔叔开始向我扔石头，说：该死的猫！引号。所以，我拿起一块砖头，把它扔进了他的窗户。但是，你别说出去，我不会说的。那天晚上我不能喵喵叫，因为我阿姨在看着我。但是这次我会喵喵叫的。哈克，你拿着什么？没什么，一个壁虱。你在哪里抓到的？在森林里。你想用它换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换。好吧，这只是一个不值钱的小壁虱。轰！谁都可以把一个不是自己的壁虱扔在地上。我喜欢它，我觉得它很好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如果我想，我可以有1000个，因为你不能。这是一个很早的壁虱，这是我今年看到的第一个。哈克，我用我的牙齿或你换。给我看看。汤姆拿出一张纸，小心地打开。哈克贝利贪婪地看着。
这个诱惑太大了。最后他说：“是真的吗？”汤姆抬起嘴唇，给他看了牙齿掉的地方。好吧，哈克贝利说，成交。汤姆把壁虱放在了一个盒子里，那是他以前关捏人虫的地方。然后两个孩子分开了，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富有了。汤姆来到学校，他快步走了进去，好像他很早就来了。他把帽子挂在挂钩上，然后快步走到座位上。老师坐在他的大椅子上，打着瞌睡。汤姆的到来让他醒了过来。托马斯·索亚。汤姆知道，当老师叫他的全名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倒霉了。道：“你过来，你为什么又迟到了？”汤姆本来想说谎，这时他看到2条金色的辫子挂在一个背上，他认出了这个背，因为他喜欢它。那个座位旁边是唯一一个空座位，在学校女生坐的地方。他立刻说：“我和哈克贝利费恩说话了。”老师的呼吸停止了，他吃惊地看着汤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教室里安静了下来，学生们想知道这个胆大妄为的孩子是不是疯了。老师说：“你和谁说话了？”“我和哈克贝利费恩说话了。”他说得很肯定。托马斯·索亚，这是我听过的最让人吃惊的话。打手心都不够惩罚你，把你的衣服脱下来。老师打了他很多次，直到胳膊都酸了，而且打人的棍子也少了很多。然后老师命令说：“现在你到女生那边去坐，让你记住这次教训。”教室里充满了笑声，这让汤姆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但是他感到不好意思，是因为他喜欢那个不认识的女孩，而且他也很高兴。他坐在长凳的边上。那个女孩很快地离开了他，把头转到一边。教室里充满了窃窃私语，但是汤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胳膊放在桌子上，好像在认真地看书。渐渐的，大家不再注意他了。教室里又开始嗡嗡作响，然后汤姆开始偷偷地看那个女孩。他看到了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把头转到一边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头。当他小心地转过脸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桃子放在他面前，他把它推开了。汤姆又轻轻地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，他又把它推开了，但是这次没有那么用力。汤姆很有耐心地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，然后他就让它在那里了。汤姆在他的石板上写：“拿着吧。”我还有。那个女孩看了一眼，但是没有反应。然后汤姆开始在石板上画画，用左手挡住他画的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女孩开始好奇了。汤姆继续画画，好像他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。那个女孩偷偷的想看，但是汤姆假装没有看到。最后他忍不住了，小声说：“让我看看。”汤姆让他看了一部分，那是一幅很糟糕的画，画的是一栋房子，屋顶很破旧，烟囱里冒出像开瓶器一样的烟。然后那个女孩开始对这幅画感兴趣了，她忘记了所有的事情。画完后，她看着画，小声说：“很好看。”有一个人。汤姆在房子前面画了一个人，那个人看起来像一个起重机，他完全可以从房子上面走过去。但是那个女孩不是很挑剔，她很喜欢这个人，小声说：“这个人很好看，现在画我过来。”汤姆画了一个沙漏，上面有一个满月，下面有2根稻草，还有很多手指。那个女孩说：“画得真好，我真希望我会画画。”很简单，汤姆小声说：“我可以教你。”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中午。你回家吃午饭吗？如果你想，我可以留下来。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贝基·撒切尔。你呢？我知道，托马斯·索亚。只有我做错事的时候，他们才这么叫我。我好的时候，他们叫我汤姆。叫我汤姆，好吗？好的。汤姆开始在石板上写东西，
不让那个女孩看到，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。他让汤姆给他看。汤姆说：“没什么。”肯定有什么。没什么，你不需要看，我需要看。让我看看，你会告诉别人的。不会的，我发誓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吗？你一辈子都不会说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让我看看。好吧，你不需要看，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看。那个女孩说。她抓住了汤姆的手，他们开始争抢。汤姆假装很用力的抵抗，但是他慢慢的松开了手，最后露出了这些字：我爱你，你真坏。他打了他一下，但是他的脸红了，看起来很高兴。就在这时，汤姆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耳朵，然后把他提了起来。他被带到了他的座位上，所有的学生都在嘲笑他。老师站在他面前，很生气地看着他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，没有说话。虽然汤姆的耳朵很疼，但是他心里很高兴。当他的同学们安静下来后，汤姆想认真地学习，但是他的脑子里很乱，他没有办法学习。然后他开始上阅读课，他读得很糟糕。然后是地理课。他把湖变成了山，把山变成了河，把河变成了大陆，把世界都弄乱了。然后是写作课，他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而被降级，不得不把带了几个月的奖章交了出去。